美国为何背弃诺言，拒绝帮助法国？又是怎样的政治分歧导致美国的开国元勋遭到民众攻击？一期视频带你了解法国大革命战争曾对美国造成的巨大影响。17世纪的启蒙运动，人们对封建旧秩序日渐产生的质疑，对科学、自由、平等、民权理念的愈发倡导，早已预示了一个变革时代的降临。法王路易16这个可怜的男人，或许算得上是个好人，但绝对算不上是一个伟大的君主。在启蒙思想的影响下，路易16曾试图对法国进行改革，包括废除农奴制、改革税制、实现宗教宽容等等。不过，这些进步的举措在法国贵族的阻挠下都没能成功实施。路易16的优柔寡断和保守倾向，似乎都注定了他将成为18世纪末这个充满动荡和变革时代的牺牲品。频繁的战事让18世纪末的法国深陷债务和财政危机。为解决迫在眉睫的财政问题，以国王和贵族为代表的传统封建力量之后与广泛的法国人民形成了巨大的阶级矛盾。1789年7月，以路易16解雇亲近第3等级的原财政大臣雅克内克尔为导火索，法国民众积怨已久的情绪爆发了，一场暴动随之而起。随后，被视为封建专制统治象征的巴士底狱被愤怒的民众们所攻占，历史影响极其深远的法国大革命由此拉开序幕。1793年1月，法国国民大会以叛国罪为由，将路易16处死在了他亲自参与设计的断头台上。法王的死讯之后，在欧洲世界引起了剧烈震荡。在那个君主遍地的时代，法国人的反抗行为激起了几乎所有欧洲君主的恐慌和敌意。很显然，没有人会想要这股变革之风席卷自己的国家。当然了，也有一些国家是想要在这场动乱之中获取到一些利益的。总之，无论如何，新生的法兰西第一共和国有太多值得被征讨的理由。随后，英国、神圣罗马帝国、荷兰、西班牙等国组成反法同盟，与民族主义情绪高昂的法国爆发了战争，史称法国大革命战争。对于普通法国人而言，美国人理应在这场战争中给予他们帮助。毕竟，在美国的独立战争中，法国人也曾倾囊相助，与其建立了同盟关系，并最终帮助前者赢得了战争的胜利。现在，该轮到美国人履行作为同盟者的义务了。埃德蒙·查尔斯·热内是法国派往美国执行外交任务的一个重要人物，如同在美国独立战争期间前往法国游说的本杰明·富兰克林，热内自视为第2个富兰克林。他相信自己可以完成外交任务，但很快，美国人的反应让这个鲁莽的年轻人和法国所有革命人士大失所望。面对陷入困境的法国，美国表明了自己的态度，他将严守绝对中立。随后，美国禁止法国在其港口私自武装部队，也禁止他们将劫掠来的战利品安置于美国。当热内质问美国是否与法国有过神圣盟约之时，美国人答复有，但这份条约是与法兰西王国缔结的，而不是现在的法兰西第一共和国。总之，美国的诸多行为已经向法国人宣告，曾经亲如兄弟的美法同盟关系已经终结了。事实上，美国确实有太多保持中立的理由了。刚经历过独立战争，他们需要休养生息，而不是参与一场跨越大洋、看起来毫无胜算的欧洲战争。此外，英国作为法国的敌人，如果与法国站在一起，那势必也意味着再次与英国为敌，战火很可能会因此重新在北美大陆燃起。这些种种，无疑都是美国人不想看到的。当然，也不是所有美国人都想要拒绝法国。关于是否支持法国的问题，当时的美国社会争论非常激烈。这种焦躁的气氛在1795年，也就是美国与英国缔结了友好通商的解衣条约以后，达到了顶峰。英国为对抗法国，扣押美国船只，强征美国水手加入皇家海军，以及加拿大总督鼓动西北边境的印第安人反抗美国人等行为，引起了当时美国国内强烈的反英情绪。但为了维持联邦财政，非常依赖的大多源于从英国进口商品征收的关税收入，汉密尔顿不想与英国开战，于是在其主导下，忠实的联邦党分子，也是当时美国最高法院首席法官的约翰·杰伊，奉命前往英国，与后者签署了解衣条约。解衣条约确立了英美之间友好的通商关系，也解决了自美国革命以来与英国留下的诸多历史遗留问题，包括英国从西北领地撤军、袭击美国船只的赔偿金等问题。
但由于这份条约没有解决英国海军强征美国水手、英国在战时从美国带走奴隶的赔偿等问题，由此也引发了部分美国人的不满。一些支持法国或是敌视英国的暴民把决议条约视为了国耻，他们甚至差点把在对民众劝说决议条约必要性的汉密尔顿给打死。因为决议条约的钦定，加之法国大革命的风波，美国政治分化也因此进一步加剧了。以汉密尔顿为首的联邦党支持决议条约，对于法国大革命，他们主要持中立立场。出于对法国大革命可能会引发美国社会动荡的顾虑，一些联邦党人还表现出了强烈的反法态度。而与联邦党政见相左的共和党，他们反对决议条约。他们认为条款中给予英国的最惠国待遇，不仅是在向英王屈服和示弱，更违背了曾与法国签订的同盟协定。共和党人支持法国大革命，支持法国人民推翻专制王朝，建立共和政体的理想。总之，他们对法国的革命表现出了巨大的同情。两个政党间的激烈争论一直持续到了1796年的大选，才出现了些许缓和。首任联邦总统华盛顿已经连任2届了，美国民众普遍希望这位伟大的领袖能够继续连任。但是，无论是面对无休止的党派之争，还是为尽可能的维持中立立场而遭到两党人士的攻击与诽谤，时年64岁的华盛顿显然已经对政治生活感到疲倦了。当然，更重要的是，为表明美国是一个共和制国家，华盛顿更明白自己要树立一个良好的榜样。所以在这一年，华盛顿毫无留念地发表了告别词，宣布自己不再竞选第3任总统。此后，美国总统连任2届成为了一种不成文的规定，直至被写进宪法。在告别词中，华盛顿感谢美国民众支持的同时，更由衷地给美国人提出了一些忠告和建议。他对美国团结和独立重要性的强调，不仅给当时的美国社会带来了很大触动，更为后来的美国政治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尤其是美国曾长期奉行的孤立主义外交政策，在华盛顿的告别词里可以说是被展现的淋漓尽致。他说道：“因人为的关系而卷入欧洲变化无常的政治当中是非常不明智的。美国的政策应该是不与外部世界的任何部分缔结永久的联盟关系。” 1799年12月，这位伟大的美国建国者因放血疗法而导致的失血过多，在福农山庄离开了人世。也是因为华盛顿退出总统竞选，美国的党派竞争也因此事实上公开化了。在当年的总统候选人中，杰斐逊作为共和党的候选人无可争议，但联邦党人的候选人却很难确定。汉密尔顿虽然是联邦党的代表性人物，但他树敌太多，无法让人信赖。于是，没有直接参与联邦党一些不得人心政策的副总统约翰·亚当斯成为了联邦党的总统候选人。不过，因为政治观点和个人性格上等的问题，汉密尔顿等一些联邦党人并不拥护亚当斯，他们更支持平克尼。因此，在大选中，这些人拒绝为亚当斯投票。这场总统竞选的最后结果是亚当斯以微弱的3票优势战胜了杰斐逊，成为了新一任的美国总统。亚当斯上台以后，他面临的挑战是严峻的。对内，他要领导的是一个分裂的政党；对外，关系迅速恶化的法国也同样在考验着他的政治智慧。英美决议条约的生效，让法国把美国视为了自己的敌人，于是法国开始频繁扣押与英国进行贸易的美国商船。截至1797年，有近300多艘美国商船遭到法国劫掠，美国船只的保险金更是因此一度上涨500%之多。巨大的商贸损失让美国人意识到不能再任由事情这么发展下去了。所以在这一年，亚当斯派出了一支由平克尼、约翰·马歇尔和埃尔布里奇·格里等人所组成的外交代表团前往法国谈判，以期恢复两国间的和平关系。面对美国外交使团的到访，时任法国外交大臣塔列朗选择避而不见，并安排了3个代理人与美国人谈判，由此酿成了著名的 XYZ 事件。XYZ 事件中，3位法国代理人以开启正式谈判的通用做法为由，向美国人索取贿赂和贷款，由此引发了美国人的强烈不满，谈判也因此破裂。XYZ 事件出现以后，感到受侮辱的美国人掀起了反法浪潮。时任美国陆军总司令汉密尔顿更是利用 XYZ 事件进行战争鼓动，主张对法开战。1798年3月，美国国会重组美国海军，并授权海军攻击法国海军。随后，美法不宣而战，开始在海上爆发冲突，史称美法短暂冲突。
且由于担心强大的法国会侵略美国本土，在独立战争后被解散的大陆军之后也被重新组建了起来。美法短暂冲突，直至拿破仑成为第一执政，与美国签署了1800年公约，才宣告结束。除了与法国的关系出现转折，新世纪的第一年，美国的政治面貌也发生了很大变化。1800年的美国总统大选，联邦党历史性的第一次输给了共和党人托马斯·杰斐逊，随后成为了第3任美国总统。而至于约翰·亚当斯为何会落选，很大程度上可能要归咎于在联邦党人的推动下，此前他所签署的克己法和惩治叛乱法。在克己法中，外国人入籍美国的年限从5年被延长至了14年，美国总统被赋予了更大的权力，可以逮捕和驱逐任何不受欢迎的外国人。此举在当时主要是为了针对法国人，而惩治叛乱法则是当时最为美国人所诟病和厌恶的法案。为了打压共和党人，惩戒叛乱法规定，出版虚假、诽谤、恶意针对政府和官员的文章将被视为犯罪，由此剥夺了美国人引以为傲的言论自由权。虽然克己法在实行的2年里，亚当斯从未驱逐任何外国人，惩治叛乱法也只定罪了仅仅10人，但对自由权利的侵犯还是让美国人无法忍受。美国人也开始愈发对联邦党所热衷的中央集权的趋势感到担忧，尤其是政见与其相左的共和党人。不过，即使是政见上有着巨大的分歧，1888年的大选结束以后，美国政权还是非常和平的从联邦党手中交接到了共和党手中，这由此也彰显出了美国宪政制度的稳定性和成熟性。而当有着更加广泛的下层群众所支持的杰斐逊开始上台执政，当边疆地区的人们开始点燃篝火庆祝富豪们的恐怖统治时代已经结束之际，美国未来的局势又会因此发生怎样的变化呢？